佢會咬人㗎，不過唔該唔好真係咬落嚟啊！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有時你以為佢好開心，錫佢個頭頂，佢仲喺度咕嚕咕嚕㗎，點知下一秒就咬你個鼻。又或者你只係開部電腦做下嘢，佢就突然走埋嚟，特登喺你腳踭大力洗一啖，咬完又當冇事走咗去。呢啲情景，如果你都試過，喺下面留言打個有字話我知啊！究竟一隻平時乖到好似天使咁嘅貓，點解轉個頭就變到好似有暴力狂咁嘅？其實喺網上社交媒體討論區，你總會無意中睇到有主人分享佢哋嘅血淚史。有人半夜俾貓咬到流晒血，亦有人被咬完仲要被補多一腳，成晚痛到要食止痛藥先瞓得着啊！今集我哋除咗同大家拆解貓咬主人背後嘅真正原因，亦會分享貓行為學界嘅應對方向。最後仲特別帶嚟由日本一位資深貓專門繁殖師推薦，而且實證有效嘅1分鐘撫摸訓練法。記住睇到最後啊！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。貓為什麼咬人？首先要搞清楚一個好重要嘅觀念，你隻貓唔係咩衰貓啊，亦都唔係特別針對你，更加唔會因為憎你先咬你㗎。雖然喺人類世界，咬人通常等於攻擊或者惡意，但喺貓嘅世界就唔同啦。咬好多時只係一種溝通方式，有時甚至係親密嘅表達。如果你完全唔明背後嘅原因，淨係一味鬧佢或者懲罰佢，其實只會慢慢破壞緊你同佢嘅關係。以下綜合幾類最常見到貓咬人嘅案例，睇下你屋企隻貓又係屬於邊一種呢？呢個就係唔少網民成日提到嘅獵人模式或者野獸模式啊，即係話當你喺客廳行下，你隻貓會突然由梳化底衝出嚟，抱住你隻腳又咬又踢。恭喜你啊！你已經正式榮升成為佢眼中嘅獵物。貓天生就係獵人，就算做一隻家貓都好，本能仍然會令佢想追、撲、咬啲會喐嘅嘢，做出獵人嘅動作。有時你甚至啱啱同佢玩完，佢仲停留喺獵人模式，興奮未散，突然咬你一啖，其實可能只係想完成佢狩獵過程嘅儀式感啊！有唔少主人都曾經表示，明明係隻貓自己趷高個 pat pat 叫我拍佢㗎，但點解拍拍下就突然咬我？其實呢種情況好常見，原因可以話係過度刺激，即係貓一開始冇錯係好享受，你摸佢或者拍佢 pat pat 覺得好舒服啊，但因為貓嘅皮膚好敏感，摸耐咗刺激會慢慢累積，時間一長反而覺得好唔舒服，甚至有啲煩躁。最後就可能出現攻擊行為啦。呢種咬人可能係咁多原因入面最常見嘅。你可能喺度做緊嘢，打緊機，佢突然無聲無息咁走埋嚟，輕輕咬你一下，你一望佢，佢就即刻扮冇事咁走開，又或者原地喺度望實你，等你有反應咯。其實佢未必真係嬲，大多數只係想同你互動，想你即刻注意到佢。對貓嚟講，咬一下咪就係最快攞到你反應嘅方法咯。呢個情況真係最無辜。你隻貓可能只係見到窗外有隻流浪貓經過，覺得有人想踩牆，一時之間嬲到爆炸，但亦出唔到去。又或者屋企出現突發嘅情況，例如速遞員撳鐘、吸塵機太嘈啦，甚至 BB 仔喊到冇人理。貓一覺得緊張或者煩躁，而你又啱啱經過，就可能成為佢發洩被咬嘅對象啦。就好似人喺公司受咗氣，返到屋企可能會無啦啦咁發脾氣，係純粹嘅情緒轉移嚟，未必真係針對你啊。呢種咬其實好微妙，佢可能一路舔緊你隻手，舔下突然輕輕咬你一啖，通常唔會好痛，
反而更係似撒嬌、打情罵俏、玩下或者同你確認關係嘅動作。但要留意啊，如果呢個行為你冇好好咁引導，好容易佢會同你越玩越興奮，結果由情趣變成真係咬傷人啦。讓貓滿足獵人的本能。了解完原因，依家就講下解決方法。正如之前提到，好多時貓咬你唔係想針對你啊，而係佢哋嘅精力同本能冇地方發泄，結果就揀你隻手或者你對腳做代替品咯。講真，我哋唔可能要求隻貓一世困喺屋企之餘，仲要佢違反天性，永遠唔咬喎。呢個期望本身就好唔現實。不如參考下近年比較新派嘅貓行為學觀點，睇下究竟點樣先可以令到你隻貓明白唔好再咬人啦。5 tips on how to prevent your cats from biting. 當你隻貓仲細，就話用手同佢玩下，俾佢咬兩啖，仲覺得好得意。但到佢大個咗之後，牙都生齊，咬落去就真係痛啦。嚴重起嚟，可能搞到成隻手都腫晒。記住，手最多只係用嚟摸下佢同埋餵食，玩具先係用嚟俾佢咬嘅。最好善用逗貓棒、拋接嘅玩具，保持你、玩具同貓之間應有嘅距離，咁佢先至會明白手唔係獵物嚟㗎，想咬就咬玩具，唔好咬手啦。既然貓天生係獵人，就算住喺屋企，佢哋當然時刻想去追、撲、咬，直到捉到獵物先收手休息。所以主人可以每日安排15至20分鐘嘅遊戲時間，用逗貓棒或者其他玩具，俾佢有機會感受完整嘅狩獵過程啊！最重要喺玩到尾聲嘅時候，一定要俾佢咬到個玩具啊，當係獵物嘅替代品，之後再餵食一餐，咁佢就會玩得好開心又滿足，然後就會自己理毛同佢瞓覺，而唔係會將你當宵夜嚟咁咬啊！好多時無聊嘅貓就會揾嘢嚟搞，所以貓樹、窗台、加熱床、玩具、隧道、抓板、貓草，全部都係可以幫佢用嚟消耗體力同腦力嘅好幫手。一句講晒，你隻貓唔悶，自然就少啲搞事啦。如果你隻貓經常咬你，通常代表你完全未睇得明佢嘅肢體語言啊。佢可能只係想玩，想同你互動，但又唔知點樣表達好。呢啲時候千祈唔好鬧佢啊！正確做法係即刻用玩具或者遊戲嚟重新引導佢，將佢嘅精力轉移去安全嘅發洩出口。慢慢佢就會明白，咬你個人都冇咩好處嘅，玩下玩具先至可以玩得盡興啊！當一俾你隻貓咬，就即刻大聲嗌或者強行懲罰佢。其實咁樣反而令佢覺得好刺激、好好玩，變相加強咗佢呢個行為。最理想嘅做法係做多一步，就係為佢提供埋替代嘅出口，即係玩具，慢慢引導佢將精力轉移，而唔係靠懲罰佢啊！記住，咬本身唔係錯，只係佢嘅本能嚟。只要你引導得啱，佢就唔會再亂咬你㗎喇。每天1分鐘改善咬人習慣。如果你隻貓已經咬人咬到成咗習慣，或者佢本身就唔太中意俾人摸嘅，不妨一試由日本資深貓專門繁殖師推薦嘅每日1分鐘撫摸訓練法。呢度訓練背後嘅概念係，唔少會咬人嘅貓其實未必真係咁惡死，而係佢哋根本唔習慣俾人摸啊。同一時間，佢又未必識得用溫和嘅方式去拒絕或者表達夠啦。如果你每日用好短、好一致又唔踩界嘅方式去摸，等佢慢慢學習到被摸等於安全，而且係可以預期嘅，用咬人嚟叫你停手或者自保嘅需要就會慢慢減少㗎喇。唔少主人之所以俾貓咬，好多時係因為太過心急，太想去摸，或者唔識睇清楚佢當刻嘅狀態。呢個訓練唔係等於要隻貓心情靚先至摸，
而係要揀佢比較平靜、清醒嘅時候先至落手，避免喺佢瞓到最冧，又或者玩得太過興奮時去摸佢啊。唔係講笑，呢一步真係好重要㗎。貓對人類嘅緊張情緒其實好敏感㗎。你一諗住死啦，今次又要俾佢咬啦，身體自然會繃緊，肌肉硬晒咁啊。貓見到你咁嘅樣，可能會以為你想準備出手，跟住就會先發制人咬你一啖。所以記住放鬆，深呼吸，慢慢嚟啊。將撫摸分做4個段落，每日全程只需要1分鐘就夠啦。背部30秒，由後頸位摸到背脊中間，順住啲毛慢慢摸。必要時你可以用另一隻手輕輕托一托佢頸側，佢想行開就由得佢啦，唔好追，亦都唔好逼佢啊。頸部10秒，保持同一個力度，轉去耳仔下面到喉嚨中間嘅位置，輕輕摸幾下。呢個位置多數貓都比較容易接受。頭部10秒，然後再轉去頭部，順住啲毛摸下佢個頭頂，記住唔好逆毛咁摸啊。最後10秒，由頭頂一路順住背脊摸到腰位就要停手，即係後腳上面嘅位置，千祈唔好摸到佢條尾嘅根部。呢個位對好多貓嚟講都係禁區。重點係時間一到就要停，做完之後俾佢有時間回味同冷靜一下。就算佢主動挨埋嚟，你都可以刻意先唔理佢，目的係令佢明白同習慣撫摸係有時間限制嘅，完咗就真係完啦。呢個做法其實係幫貓建立俾人摸都有佢嘅節奏同界線。一旦習慣咗呢種有節制又可以預期嘅撫摸方式，咬人嘅問題通常都會明顯減少。被貓咬時的應對方法，訓練還訓練，但如果你隻貓真係喐手咬你嘅話，有2樣嘢你係千祈唔可以做㗎。唔好尖叫或者鬧佢，咁樣會令到你隻貓覺得成個場面好刺激，或者覺得好大壓力，佢未必明你當刻想佢點做，反而有機會令到佢嘅攻擊性升級。唔好即刻用力縮手，你一好急咁縮手，有機會觸發佢嘅捕獵本能，當咗你隻手係想逃走嘅獵物咁，反而會咬得仲大力啊，甚至追住你再咬。正確做法應該係，當你見到你隻貓嘅眼神開始變，瞳孔放大，條尾係咁揈，好似想準備攻擊你咁，呢個時候要即刻掟個玩具出嚟，或者用零食引開佢啊，將佢嘅注意力由你隻手轉移去可以俾佢咬、俾佢玩嘅嘢度。呢招對付因為無聊想玩而咬人嘅情況特別有效。如果你隻貓真係咬咗落嚟，喺佢未鬆口之前，盡量忍住唔好喐啊。目的係要令佢覺得呢個獵物都冇乜反應嘅，好悶咁，咬落去都冇乜意思啦。一旦佢鬆口，你就要即刻起身走開啦，唔好出聲，唔好望佢，直接離開佢視線，最好入埋房門掩埋門，冷靜大概約5分鐘到。咁樣係要令佢明白到，連結一咬人就等於所有互動同遊戲即刻結束，連主人都會消失埋啊。如果你隻貓已經發展到一見手就咬住唔放，可以考慮市面嘅撫味噴霧，噴少少喺手上面，配合訓練去降低佢對咬手嘅興趣。但留意有啲貓對撫味唔太敏感嘅，效果未必一致，亦都唔建議依賴噴霧去取代前面提到嘅訓練啦。幼貓的咬人行為及應對。最後，如果你隻貓未夠1歲，特別係3到6個月大嘅貓仔，咬人真係好常見啊，因為佢哋換牙、牙肉痕，乜都想咬㗎。呢個唔算係行為問題嚟，只係生理需要。所以應對嘅方法好簡單，
俾多啲嘢佢咬啦，例如磨牙玩具、踢踢枕、口紙箱、紙筒都得。佢一咬你就即刻塞返可以咬嘅嘢俾佢，即時轉移目標。另外，如果屋企只得佢自己一隻，冇其他貓仔同佢玩同佢較量，佢的確可能唔太識收禮。呢個時候你就要一咬就即刻停止所有互動，配合冷處理，慢慢教識佢乜嘢先係你嘅底線啊。總括嚟講，如果你曾經因為咬人呢個問題搞到同你隻貓之間有啲心結，不如回想返當初你點解會想養佢嘅？你想要嘅係咪一段好溫暖，甚至好似家人咁嘅關係？既然都睇到呢度，希望你可以放低過去嘅誤會，用佢聽得明嘅方式重新開始，一齊好好行落去啦。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讚同分享。多謝你睇到最後。